这一段要跟大家说明影音转档比较常遇到的3个问题。大家要先明白一件事，影片的处理又有区分好几种不同的软体，功能不一样，用途不一样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所区分。大致上区分这5种，这5类的软体用途完全不同，请大家不要搞混，要不然中间出现错误，你会很难除错，找不到到底是哪里出错，很难解决问题。比如说用这个录制完影片，然后经过这个处理，结果发生影音不同步，就要开始找原因是什么。在当下，这2类的软体非常的火热，一个是影片编辑修改，非常的火热，一个是游戏直播软体，也是非常火热。影音转档到底可以做什么？第一个用途，减少影片的容量，意思就是不太影响画质的情况下，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影片容量。DVD 大概是在 4GB 左右， Blu-ray 有的在 30GB 左右，有的在 50GB 以上。Blu-ray 占的容量非常的大，所以要透过影音转档转换到 MP4 或 NKV。第二个用途，重新压制，旧的格式重新转换到264或265，旧的参数重新转换到264或265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好几年前的参数，即使是264或265，用现在的新参数压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才有这2行说明，就是将旧参数重新转换到264或265。检查影片的参数，你会常常看到 AVC 及 HEVC， 这2个是什么东西？其实就是264及265，只是称呼不同而已。你可以把 AVC 理解为264，你可以把 HEVC 理解为265。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仿拷加密，请大家参考这里面的教学，这没有办法口述，只能大家自己研究，只能大家自己琢磨。遇到仿拷加密其实很麻烦，而且不一定能够解决。第二个问题，影音不同步，就是音讯轨道与视讯轨道这2者不同步，就是声音与画面对应不起来。
这个问题你一定遇得到。我研究了很多年，后来发现其实是编码器出问题。这两段文字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：视讯轨道及音讯轨道这两者的编码器有好几种。再次强调，视讯轨道的编码器有好几种，音讯轨道的编码器有好几种。你要理解这两段文字的意思，才有办法解决影音不同步这个问题。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把264或265理解成一个称呼，就好像机车有三叶、三阳、光阳三个牌子，你不能把三叶的引擎装在光阳的引擎上面，那不匹配啊，根本没办法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譬如你用 NVIDIA 内的 AVC 或 HEVC 编码器，但是后面的软体没有办法解码，就会出现影音不同步。它的原因在这里，解决的方式就是更换其他的视讯编码器。音讯轨道也是如此，如果出现影音不同步，那么就要更换其他的音讯编码器。请大家要了解一件事，大部分的影音转换软体里面的编码器都是锁死，你没有办法更换。所以说，软体在更新的时候，旧的版本一定要留下来，等待新版本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如果没有出现影音不同步，你才可以删除旧的版本。第三个问题，画面模糊。这个问题非常的让人头痛，就是影片的画面不清晰。我研究了很多年，后来发现其实是尺寸放大都会有画面模糊的问题，就是尺寸由小到大，画面一定会模糊。这个问题超级烦人，而且很难处理。另一个原因是参数设定，就是编码器的参数你没有设定好，也会造成画面模糊。画面模糊这个问题，我想未来应该能够解决。即使不能解决，也能有效的改善，因为有几个软体能够让画面更清晰，提高影片的清晰度，但效果有限了。影音转档转着转着，画面就会越来越模糊。这问题真的很烦人，简直莫名其妙。但我相信未来应该能够解决掉这个问题，就是画面的清晰度，透过一些软体来处理。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不管如何，
转换后的影片是要给人看的，结果画面不够清晰，或是画面有点模糊，整个观感就很糟，整个观感就很差。好的，那这段的说明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耐心观看此段教学。